超能力学院一开播就猛料不断。哇！你唔好咁近啊，大佬。呢類它到底是怎麼來去療愈的？其實阿呢啲係通咗好多嘅靈，佢嘅眼咧係開咗嘅，佢嘅能力係非常之犀利。IWOS 到底它的這個神功的來源是什麼？咁啊，黑豹好明確就係運用一啲邪靈幫佢做一啲事情。魔戒是神解鎖。我們一起來揭秘一下背後的真相。進入咗九齒離火，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財運、姻緣、家庭以及健康。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咁於是咧，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通過易經、八字、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Hello， 大家好，我係發明。歡迎來到我們風水說道的特別節目《超能觀察》系列。上個星期啊，我們超能力學院一開播就猛料不斷，收視長虹，一定收視。對啊，那其中裡面呢有很多很經典的畫面啊，比方說像那個白毛的 IWOS，刀砍自己啊，然後還吃香啊，包括像玲瓏問聖杯問卦，李雷薩滿療癒讓校長真的是爆哭哦。那麼今天我們就請風水師兄同法明師兄，我們一起來揭秘一下那些背後的真相和奧秘，好不好？好。師兄，我們都知道啊，曾經我們在通靈中王2，風水師兄已經獲得我們冠軍了。那此次擔任我們超能力學院的這個導師，你有什麼樣不同的感覺呢？超能力學院同埋通靈之王2咧，最大嘅差別咧就係我嘅角色啦。因為我作為一個參賽者去諗住係點樣將自己比較特別嘅一面啊，或者將自己嘅能力啊去展現，咁咧就係好少去觀察到其他人嘅。咁呢次我作為一個導師咧，我就好似一個觀眾咁啊，去睇到當年嘅我自己咁啦。當為一個即係第三個角度去睇佢哋嘅時候咧，我覺得哇，成個節目好好睇，同埋咧可以喺呢個 moment 裏邊咧見到咗一啲人嘅長處同埋短處咯。原來係再犀利嘅人，我哋見到阿 Lily 好勁啦，係咪喺嗰度發揮？其實佢都有緊張嘅一面，好多嘢發揮唔出嚟。我嗰陣時話，如果阿 Lily 唔係喺咁多鏡頭下邊咧，佢可能發揮得更加好。冇錯啦 ，IWOS 啊，其實後邊有好多嘅考題俾咗佢嘅，但係佢因為好緊張，我見到佢係咁震緊嘅，所以話表面上係一個大男人，但係我睇到佢內心嗰個小女孩係小女孩嗰種感覺咧，就覺得好特別啊！我們問一下法明師兄啦，那這一次你應該是第一次上這種綜藝類節目，你有什麼感受？嗱，首先咧呢一次嘅超能力學院啦，可以講話係俾我好大嘅感觸，同埋好多謝呢個咁嘅節目嘅。因為喺我哋民間法教當中咧，其實唔係話好多嘢可以公開或者係俾人哋睇到我哋嘅能力啊，或者啲展現力嘅。呢個咁嘅頻道可以講話一樣嘢。第一係令我好大開眼界啦，第二一樣嘢係可以將我哋嘅法脈可以展現俾所有嘅觀眾去認知。例如我主修嘅六壬啦，六壬門派當然口口相傳，好多人都聽過，但實質上佢入邊到底係點樣樣呢？唔係太多人知道。可以講話超能力學院真係一樣嘢可以俾我哋去。展現，冇錯啦，展現我們的一些能力，還有展現我們法教，其實真的可以幫助到很多不同層位的人。好，那我們事不宜遲，進入我們今天第一個維度，叫異能定真假。那麼大家知不知道啊？我們的評論區點讚量最高的話題到底是什麼呢？其實就是 IWOS 和我們的風水師兄他們之間的一個師徒，你怎麼樣去選擇他，然後你又是怎麼樣
帶回他回正道？相信咧有啲學員咧就好追求啲術法嘅，術法裏邊咧事實上你係去用佢咧，無論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係好貓，但係佢都有分咗一啲叫做正邪嘅，好似 Ivan 佢話係黑法啦。咁啊黑法好明確就係運用一啲邪靈去幫佢做一啲事情，或者係幫人或者係害人。但係對於我哋修正道嚟講嘅話咧，呢個定義正反咧，佢係屬於惡嗰一面。咁我覺得佢本身其實唔係壞嘅。咁我只不過係認為佢行偏咗呢個道路。如果能夠有一個人能夠帶佢行翻個正道，用翻個正法去幫人嘅話，佢嘅功德會更加多。師兄也提到了這個他用的一些術法啦，可能是黑法，可能是邪法。這麼多年，我覺得我修得最恐怖、最絕情的，還是黑法。那到底他的這個神功的來源是屬於什麼？民間法教咧，其實就好多嘅。當然咧，一陣間我會叫阿白明老師解釋下，因為無論係六壬又好、茅山又好、女山又好，事實上都有呢種神功嘅。咁咧呢啲咧我都會師傅傳條心咒俾我哋啦，去念完之後咧，令到我哋心雄膽壯啦，令到我哋有師公護體啦。明顯或者好誇張化嘅演繹咧，有一套戲係咁樣演過嘅，就係《九龍城寨》。哦，它裡面那個王九啊。係黃九，跟住伍允龍演嗰個角色咧，就係佢係學六壬嘅，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我哋去做任何一件事嘅時候咧，師公俾咗你能量，你能夠係即係有呢個信心去駕馭佢，而唔係令到你去真係去演各種各樣嘅法嘅。所以我哋話俾大家知咧，我哋擁有呢個神功係擁有呢個能量，我哋對抗任何嘅妖魔鬼怪嘅時候，我哋即係師公嘅力量嘅時候，我哋可以面對呢一切，係我哋嘅堅決嘅信念嘅一條心咒嚟嘅。咁其實咧喺我哋民間法教嚟講咧，唔管係梅山啦、六壬啦、茅山啦，任何一個學派嚟講咧，其實我哋都需要童身嘅。喺我哋祖師爺過教俾我哋嘅時候咧，其實就會有一股法力嘅一個傳承。電視上面啦，你哋所睇到嘅 Iris 又好，或者風水師兄又好啦，咁其實喺我哋過教嘅時候，我哋都會去進行呢種演法。而即係喺民間嚟講，其實刀戒啦、即係落香啦、食香啦，呢啲係我哋過教時必須做嘅。到咗而家呢個現代社會啦，好多嘅人咧就開始拍視頻，咁啊拍視頻之後咧就會放上網啦，放去邊度俾啲親戚朋友睇啦，咁慢慢就係呢種咁嘅演教方式開始即係越嚟越少啦，甚至有啲人咧係驚佢冇辦法去進行呢個咁嘅演教啊、演法嘅方式，之後咧就慢慢有咗一個文科嘅一樣嘢出現，而家係比較流行啦。係點咧？我哋會動仙梯，咁啊就有碗米即係一個碗上面裝咗好多米，然後將個梯動喺上面，又或者好似呢張凳咁樣啦，我哋一單腳就放喺上面。咁好多人就話：我話可能係一個雜技嚟嘅啫，物理上面嘅力學。係啦，但實質你搭多嘅梯上去咧係得。但係你只係一個梯或者只係一張凳一隻腳咧，其實係唔得嘅。咁啊，慢慢就會有文科嘅嘢嘅存在啦。所以當時我同阿大師兄咁啊喺度睇下Iris 啦，嗰把刀係咪真嘅？其實我哋唔使睇，因為我哋都係咁過法嘅。對，就是你們都其實都經歷過啦。我冇睇啊，我話使乜睇啫？我哋包堅嘅，自己都試過啦。係啊，都試過啦，包堅。因為民間法教係個教派，你都要咁樣演法。所以聽到法明師兄講了這麼多，我們六壬的歷史啊，包括它的發展呢，其實我會覺得還有很多東西我們是講不完的。對，所以假如說大家感興趣，可以在評論區留言，冇錯，我們也可以在後續做一期專門的節目，講一講什麼是六壬啊，冇錯，歷史和文化怎麼樣啊。那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節目本身。那我想問一下法明師兄啊，就是其中有一個參賽選手叫黑白通靈師，他看到了這個有條狀的圓點，但是講不出是手錶。那真正的天眼是不是應該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的細節？就是比方說，這個人天眼修到一定的程度了，他就能看到是手錶。嗱，首先咧，得到天眼嚟講咧，就係一個非常比較高級啲嘅眼睛嚟嘅。其實呢個天眼只不過我哋俗稱嘅一個天目入邊嘅其中一個眼睛嘅功能而已嘅啫。咁我哋有分啦，直角眼啦。
陰陽眼啦、靈眼啦，再到天眼嘅。而當時阿小文係展露佢嘅能力嘅時候咧，咁的確佢睇嘅好多都係一啲氣。即係佢會將呢個氣去組合同埋形容，看到一個線條啊，線條、形狀，同埋一樣嘢佢可以用金木水火土啦，用唔同嘅顏色啦，去拼成一幅拼圖嚟嘅。亦即係話佢本身呢隻眼咧，其實已經係達到靈眼同天眼嘅水準㗎啦。但係由於佢自己自身能力問題、功力問題，令到佢睇呢啲幻象、睇呢啲氣場嘅時候，佢唔夠清晰。是他的這個經驗不夠。係啦，佢氣場唔夠，氣不夠。冇錯啦，所以當我去再深入咁摸望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嘅眼咧係開咗嘅，咁啊打開咗，但係冇眼球，佢有個即係眼白喺度，咁啊，所以其實佢嘅能力係非常之犀利嘅，其實任何一個眼咧，你只要能夠有好強嘅功力嘅發揮咧，都 OK 嘅。我哋認為咧，人人其實都可以練得好好啊，只不過係嗱，你有個天分就直接開啦，你唔夠天分就練耐啲啦。好似啱先阿范明老師講啦，我哋話人呢個叫天目啦，天目係啊，天目咧。最簡單去感受咧，就係有時候啦，你呢度會覺得有啲脹啦，咁其實就係你會啵啵啵就跳，係就有時有啲人咧去吸啲氣嘅時候，或者念經嘅時候，又或者去到一啲叫做陰陽交界嘅時候，陰氣比較重嘅，冇錯，佢呢一度咧都會有少少脹嘅，呢個時候其實就係天目俾你嘅感覺啦。除了黑白通靈師小文以外呢，有一個選手呢，給我留下印象也很深刻，就是麗蕾，他的這種治癒方式，我覺得比較少見了。當然，可能你們見得多了，能不能跟大家去講一講、科普一下，他到底是怎麼來去療癒的？薩滿咧，我哋一開始都係認為佢係巫術嘅一種嚟嘅，因為巫術咧一個公字兩個人咧，其實就係天地之間嘅靈喺個人上面。通過呢個吸收咗天地之間嘅靈或者大自然嘅靈，通過佢去表達出即係天地之間嘅一啲信息嘅。阿 Lily 呢個咧，其實我覺得係好正嘅。點解咧？因為薩滿教咧大部分係大自然嘅靈嚟噶嘛，而且佢個歷史咧都比較源遠流長嘅。咁咧好似點解佢會通過聲音咧？我哋可以通過舞蹈啦，通過聲音啦，通過一啲樂器啦，打鼓啊，我睇到係啦，咁啊去。點解都係會有聲音喺呢一度咧？其實係一種頻率嚟嘅。點解我要同你同頻去俾呢個聲音俾你咧？即係話我會發現咗你喺某一個頻率裏邊係好混亂嘅。即係話阿思浩咧係喺以前嘅呢個回憶裏邊咧，佢放唔低嘅。有些那個壓抑啊。係啦，跟住我通過呢個頻率入到你去到呢個回憶嘅頻率裏邊咧，將佢作為一個調理同埋一個頻率嘅整理，令到佢呢個紊亂咗嘅頻率得到一種釋放。冇錯。喺我哋陽法當中啦，咁啊好似我哋正一派啦，其實我哋都有吟唱嘅。咁啊其實又係調取，即係呢啲係調取人身體入邊嘅不適嘅地方，而我哋嘅一個正法啦，我哋係點樣去尋找到祖師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啲歌調進行吟唱，係嘛？例如無上三天，係啊，唔同嘅韻，唔同嘅韻，係啊，就係唔同嘅韻有唔同嘅一個做法啦。阿 Lily 可以第一樣嘢，佢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治療師啦，甚至佢亦係將薩滿呢個我哋最接近原始嘅一種巫術去展現俾大家睇。發展出嚟。係，同時佢有一個天眼。因為我當時嗰一刻我都睇咗下佢嘅天眼嘅，雖然佢嘅天眼咧可以講話呢樣嘢只係擘開咗少少，但入邊有眼球㗎啦，亦只係話佢好有潛質去進行，即係幫人哋觀察更細微嘅嘢。因為通靈師有好多種，佢可以睇天，可以睇地，可以睇一啲有情眾生或者一啲煞氣，或者我哋睇唔到嘅四維嘅空間。但係治療師唔一樣，佢點啊？佢要睇人體嘅經脈。佢要睇人體嘅一個血液嘅流動，心理嘅狀況到底係點樣樣？傾下，我回憶翻呢個畫面咧。我嗰陣時同阿發明喺隔離，就好似好聲音咁嘅。我哋兩個喺度傾緊偈嘅。跟住我話咧其實阿 Lily 係通咗好多嘅靈㗎啦。係冇錯，係啊，但係我話點解我哋作為一個導師喺度好開心咧？係點解咧？我哋係如果係一個學員咧，我哋會諗辦法攞準嗰個靈去通嘅。但係嗰陣時咧，由於個場面嘅問題啊，人太多啦，係啊，佢就好亂，干擾啊，係啊，佢咁多嘅靈喺呢個
過程裏邊咧都可以進行到呢個療愈，我覺得好犀利㗎。冇錯冇錯，佢個能量係好大，真係好大。當時嗰一刻，同埋一樣嘢嘅話，因為治療師佢唔單止要擁有天眼嘅，佢仲要開好多個竅門，即係呢個 Shaman。係啊，係啊，咁所以當時嗰一刻我睇見 Lily 而家已經係修練到有一定嘅層位㗎啦，所以佢係一個好有潛質，甚至可以幫人進行心理治療嘅意思。因為而家嘅社會好多人出現咗問題，其實唔管係身體上面，最重要嘅係佢心理上面有問題。所以法明師兄收他也是因為看到他的天賦啦，也包括看到他的現在的這個能力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嘛，沒錯，所以你才不猶豫的馬上把他拍下來了。哎，對。那其實在這裡的話，剛才大家也講過了薩滿啦，也講過了這個 IWOS 的黑法啦，那我們也在繼續報名了嘛。那如果下一屆兩位還是做我們的導師的話，你們選擇的徒弟的這個維度會有哪些？咁我覺得既然佢嚟到呢個學習嘅，我不如揀一啲叫做未必係術法上面一定要咁強嘅，但係佢個心咧係比較正嘅，比較誠嘅。第二個咧，亦都睇佢有翻咁上下嘅潛力，係有啲嘢冇辦法去夾硬嘅。第三個咧，我覺得就係要有一啲嘅正義感。如果冇呢個正義感嘅時候，乜嘢都講到呢個錢嘅時候，咁佢又枉費去學咁多嘢。師兄講到正義感這個條件了。那 IWOS 可能給大家感覺他是比較修學法啊，然後怎麼樣？那他跟正義感好像沒什麼關係喎。你為什麼會去考慮他？嗱，我覺得係咁嘅，因為咧佢本嚟個心咧其實係善嘅，只不過咧佢用咗個法，會變得大家覺得佢係邪嘅，佢係惡嘅。其實我相信法明老師亦都相信呢個道理，就係呢個世界冇正邪嘅，正邪係你個人分出嚟嘅啫，係俾到你所有嘢都 OK 嘅。不過咧，但係佢以術法著稱咧，攞住呢樣嘢係普世嘅價值，認為咗呢個唔係咁啱嘅，咁我不如咁啦，我哋既然你有咁想學。你亦都有咁嘅天分喺度，不如俾個機會你行翻條正道，跟住從而你個慈悲心起嚟嘅時候，自然就會做埋啲正義感嘅嘢啦。我們風水師兄的這個選人標準是正義感啦、天賦啦，還有這個心要正啦、善良啦。所以如果說我們下一屆有選手覺得自己符合這些條件，其實就可以直接衝着我們的師兄來了。所以好簡單，我話你食飯食得特別多都係你嘅天分，咁你都可以嚟㗎啦。好，那我們接下來問一下法明師兄，你的標準是什麼？我好似我呢屆咁樣啦，咁我嘅標準其實我就想揀一啲黑馬嘅。咁啊，黑馬係啦。咁點解我會揀啲黑馬咧？係因為我哋法界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比較隱藏嘅一個法師。但實質上呢啲人咧，其實佢哋都好有能力，好有天賦。但係只不過欠缺一個機會去展現自己嘅能力，展現自己嘅一啲特殊嘅功能。所以我係會偏向即係收啲黑馬，佢哋真係有展現能力嘅機會。就是其實也是我理解，也是他有天賦的，有使命的。第一，佢當然一樣嘢講，第一我揀人心態一定要穩，心態穩，係啦。第一個其實心態穩，剛才法明老師講的是一些他的對這個東西的看法吧，我可以這麼理解。首先第一個標準心態穩，第二個呢？第二個嘅話，佢一定要有天賦。天賦係，因為我哋玩神通者，我哋必須要通到四維世界，而通到四維世界，我哋先可以同祖師爺、同神靈、同一啲靈體去進行接觸。因為我哋要作為一個法師，我哋必須要將人哋嘅根源去揾出嚟，然後從而解決所有嘅問題。但係有咗平靜嘅心態，心態穩之後，有咗天賦，佢必須要有苦心。因為我哋修法者，咁啊基本上我哋會沉喺我哋嘅世界當中啦，或者我哋日日會練符啦、練咒語啦、打坐啦，咁樣將自己嘅法力有所提升。那其實剛才兩位師兄都提到了，其實看人其實他得有天賦的，但是天賦這個東西是很玄的。那比方說，我們有沒有一些簡單的一些方法能夠判斷自己，就我們在屏幕前的朋友們，他們自己判斷自己有沒有天賦？首先第一個你要對乜嘢有興趣，係啦，但係喜歡呢樣嘢嘅興趣咧，同你賺唔賺到錢冇關係㗎嚇。如果你將呢樣嘢同功利掛鈎嘅話，呢個就唔叫興趣，呢個叫做揾食。第二個就有絕對嘅好奇心。興趣同好奇心係兩回事喎，因為你有咗興趣，個好奇心咧係令到你會不斷咁樣去發掘佢。我發現咗好多有好奇心嘅人咧，哪怕佢係
50歲啊，或者70歲、80歲啊，都好似個小朋友咁樣嘅。有童心嘛，係啦，愛發問，佢會覺得呢個世界上所有嘢佢都比較有有思考。係啦，咁啊第三個咧，呢個天分之上嘅就係你能夠知道有自知之明。知道哦，原來我係帶有少少使命嘅，即係好似有啲人問我，你覺得我係咪乩童？只要咁樣問，你又一定唔係。他就不是乩童。係啦，即係話你冇呢個自知，所以你個天分在於，譬如話佢哋會問我你覺得你會唔會有呢個能力？我話我有自知嘅，我知道我行到呢條路嘅話，我肯定會帶住呢樣嘢嘅，所以呢3點我覺得係。天賦型選手嘅核心係啦，即係話你覺得你自己冇，咁你有自知，咁係冇嘅自知，係啊，都啱嘅。OK， 那法明師兄有沒有補充呢？因為剛才風水講了，就是有興趣啦，有好奇心啦，還有一個就是有使命感。那你覺得呢？嗱，風水有一點咧，就講得非常之好嘅係咩咧？即係天賦同興趣，佢係相互結合㗎，亦即係。你有咁嘅天賦嘅人咧，佢好零零舍舍咁，好中意去研究佢想研究嗰個問題，所以呢樣嘢我非常之認同佢所講嘅呢個 part。咁我即係我嘅簡圖又好啦，或者我標準都好啦，咁其實就係突然間出現有呢種感覺嘅人。我都認為佢叫有天賦嘅。那我總結一下，看能不能這麼去理解，就是說做了一個夢，夢到有人在點化他，可能這種就是一個機緣啦。對。但是我覺得其實要幫大家分清楚，因為就像我剛才說的，有些人他是會幻想的。係。他說：我是某某某神仙，我是某某某什麼什麼。那這種東西其實要分清楚的嘛。呢個係佢曾經真係得到過一個神靈嘅指點，但係佢沉醉於喺佢自己夢幻當中，然後佢開始成日要揾翻嗰種感覺。其實我哋所講嘅係一個心魔作怪，其實嗰種我哋亦俗稱叫假乩童。那所以說呢，我發現大家有各自的看法，有各自選人的這個方式。那所以說，在這裡我要提醒所有的這個朋友們。你們想要了解自己有沒有真的自己的這個天命，或者有沒有這個超能力的話，其實可以添加我們的 WhatsApp， 了解一下，諮詢一下我們的專業的老師啦，真正的這個專業的人士啦，然後得到一個正確的指引。我覺得比大家去隨便去看或者網上去學一些東西要好很多。所以我哋話成日話點樣同頻，大家知道你有冇呢個能力呢？如果你係曾經係真係得到過嘅。甚至乎你一個眼神話俾我哋知，我哋都覺得你係㗎啦。係啊，真係老師傅嘅經驗，係老中醫嘅經驗。但係有啲人咧就真係妄想，然之後可能係睇過人哋好多，又睇咗好多書，跟住又發咗好多夢，之後講出一大堆嘅説話。但係就算你講7日7夜，你冇就係冇。那我覺得兩位師傅分析的真的很多了，而且我們本期節目當中呢，有很多的點呢可以拆開。去我們細講的，所以我們也是希望這期節目播出以後呢，大家可以踴躍的留言啦，然後多評論啦，多關注我們的這個賬號啦。那我們還有第2期的嘛，所以我們把一些話題留到我們的這個第2期的觀察室裡面，我們再講。係我哋真係希望大家咧對啲咩話題有興趣嘅，或者睇完超能力學院裏邊咧有邊一幕你特別想我哋去解釋清楚嘅，因為咧我哋拍咗係400幾個鐘，但係咧剪出嚟咧就6個鐘，係得個6個鐘。咁咧仲有好多嘢大家想我哋去解讀嘅，隨住呢個影片嘅不斷咁播出啦，咁大家疑問會越嚟越多嘅，咁我哋會用我哋嘅頻道嚟將大家嘅心中嘅疑惑去解釋清楚嘅。當然啦，大家喺我嘅 channel 度咧，亦都可以了解到經典啦、風水啦、道法啦。咁咧，我而家喺度誠意咁推薦下咧，阿發明師傅咧，而家亦都推出咗佢嘅 channel 叫發明靈佢嚟嘅，喺裏邊咧亦都可以有好多神秘嘅世界、玄學嘅知識，大家可以喺度學習嘅。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佢嘅帳號。沒錯，我要提前做一個預告啊，有幾期是我主持的，大家一定要觀看。好，我們本期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期節目再見。福生無量天尊。